10分钟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是想关心对方，话一出口却变成了指责；明明想要寻求帮助，却因为表达方式不当而遭到拒绝；明明爱着身边的人，却总是在无意中伤害彼此。如果有，那么今天这本书将教会我们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化解生活中的冲突与隔阂。第一部分，发现语言中的暴力，我们都在无意中伤害彼此。你知道吗？我们每天说的话可能都带着暴力，不是那种拳脚相加的暴力，而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语言暴力。马歇尔·卢森堡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一个社区做调解工作，一位愤怒的母亲冲着孩子大喊：“你怎么这么笨，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孩子立刻低下头，眼中含着泪水。这位母亲以为自己只是在教育孩子，却不知道这种表达方式正在一点点摧毁孩子的自信心。这就是语言暴力的可怕之处，它总是披着为你好的外衣出现。当我们说你总是这样，你从来不，你应该时，我们以为自己在表达关心，实际上却在进行道德评判和指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满了这样的表达？比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就不能体贴一点吗？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说，也每天都在听。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这种暴力沟通有4种典型表现：道德评判、进行比较、回避责任、强人所难。每一种都像一把无形的刀，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中割出一道道伤痕。道德评判是最常见的一种。当我们说他很懒时，我们不是在描述事实，而是在下判断。事实可能是他今天没有洗碗，但我们却给他贴上了懒的标签。这种评判式的语言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心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进行比较也是如此。你看看你同事，人家多勤奋。这句话的目的可能是激励，但效果往往是让人感到挫败和愤怒，因为比较暗示着对方不够好，不值得被接纳和爱护。回避责任更是普遍存在。公司要求我这么做的，我不得不这样，这是为了你好。这些表达都在暗示我们没有选择，是外界因素迫使我们这样做。但真相是，我们总是有选择的，只是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强人所难则表现为用威胁、惩罚或愧疚感来控制他人。如果你不听话，妈妈就不爱你了，你这样做让我很失望。这些话语虽然可能达到短期效果，但长期来看，他们会破坏信任，让关系变得脆弱。你可能会问，既然暴力沟通这么普遍，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使用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学会沟通的。我们的父母、老师、朋友，甚至电视节目和书籍，都在向我们传递这种沟通方式。认识到语言暴力的存在是改变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能在无意中伤害他人时，我们才能开始寻找更好的沟通方式。这不是让我们变得软弱或妥协，而是让我们学会用更有效、更人性化的方式与人交往。第二部分，非暴力沟通的4个神奇步骤，让心与心真正相连。既然暴力沟通如此普遍又如此有害，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呢？马歇尔·卢森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工具——非暴力沟通的4个步骤。这4个步骤分别是：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就是这4个看似平凡的词汇，却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沟通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观察。真正的观察是不掺杂任何评价的。当我们说你总是迟到时，这不是观察，这是评价。真正的观察应该是，这周你有3次会议迟到了10分钟，看出区别了吗？前者带有指责和概括，后者只是陈述客观事实。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位妻子对丈夫说：“你从来不帮我做家务。”丈夫立刻反驳：“我怎么没有？我上个月还洗了碗。”争吵就这样开始了。但如果妻子能够用观察的方式表达，这一周里我看到你没有参与洗碗、拖地和洗衣服这些家务活，结果会完全不同。为什么观察如此重要？因为当我们掺杂评价时，对方听到的往往不是我们想表达的内容，而是批评和攻击。他们的注意力会立刻转向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理解我们的需要。第二个步骤是表达感受。在我们的文化中，表达真实感受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更习惯于表达想法、判断或分析，而不是内心真正的感受。但感受是连接人心的桥梁，它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人性和脆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比如开心、难过、愤怒、恐惧、孤独、感激等等。而像我觉得你不尊重我这样的表达，实际上不是感受，而是想法。真正的感受表达应该是，当你在我说话时看手机，
我感到难过和不被重视。马歇尔·卢森堡在书中提到，很多人分不清感受和想法。当我们说我感到被误解了时，我们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想法，我们认为对方误解了我们，真正的感受可能是我感到沮丧，或我感到困惑。表达感受需要勇气，因为它让我们变得脆弱，但正是这种脆弱，让我们真正与他人建立连接。当一个人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很少有人能够保持冷漠或攻击性。第三个步骤是识别需要，每个感受背后都有一个需要。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公平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当我们感到孤独时，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连接和归属感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作者强调，需要是普遍的，人类共有的，每个人都有对安全、爱、尊重、自由、创造等等的需要。当我们能够识别并表达自己的需要时，我们就为理解和合作创造了可能。有一个很感人的例子，一位父亲总是对女儿的房间很脏乱而发火。在学会非暴力沟通后，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对女儿说，当我看到你的房间很乱时，我感到焦虑，我需要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来感到放松。女儿听后不再觉得父亲是在挑剔她，而是理解了父亲的需要，主动提出了解决方案。第四个步骤是提出请求，请求不同于要求。要求带有强制性，如果对方不答应就会面临惩罚，而请求是邀请对方与我们合作，对方有说不的权利。有效的请求应该是具体的、可行的、积极的。与其说你能不能更体贴一点，不如说你能在晚上8点前告诉我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吗？前者模糊不清，后者具体明确。马歇尔·卢森堡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士在学习了非暴力沟通后，决定用新的方式与总是晚归的丈夫交流。她没有说你总是这么晚回来，一点都不关心家庭，而是说，当你比预定时间晚回家1个小时而没有提前通知时，我感到担心和不安，因为我需要知道你是安全的。你愿意在延迟回家时提前给我发个信息吗？丈夫不仅答应了，还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疏忽。这4个步骤看起来简单，但要真正掌握需要大量的练习。就像学开车一样，刚开始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想每一个步骤，但熟练后就会变成自然反应。重要的是，这4个步骤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种内在的转变。它要求我们放下控制他人的念头，转而专注于诚实地表达自己和专注地倾听他人。这种转变不仅会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还会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第3部分，倾听的艺术，给他人最珍贵的礼物。说到沟通，我们往往关注如何表达自己，却忘记了倾听的重要性。马歇尔·卢森堡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倾听的艺术，因为真正的倾听是我们能够给予他人最珍贵的礼物。什么是真正的倾听？不是等待对方说完好，轮到自己说话，不是在脑海中准备反驳的论据，也不是急于给出建议或解决方案。真正的倾听是全身心的专注于理解对方此刻的感受和需要。但是倾听他人并不容易，特别是当对方表达的内容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可能是为自己辩护、提供建议、安慰对方或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些反应虽然出于好意，但往往会阻断真正的交流。这些反应方式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把注意力从对方的感受和需要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当我们急于给出建议时，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你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解决方案。当我们试图安慰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你的痛苦让我不舒服，请停止。那么如何进行用心的倾听呢？首先要放空自己的思维，完全专注于对方此刻的表达，不要在心里准备回应，不要判断对方说的对不对，只是纯粹的接收对方传达的信息。其次，要透过表面的言语去听对方真正的感受和需要。当有人说我的老板是个混蛋时，我们听到的不应该是对老板的评判，而是这个人可能感到沮丧，不被尊重，他需要的可能是公平的对待或对其工作的认可。第三，要用语言确认我们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听起来你感到很沮丧，因为你需要在工作中感到被尊重，是这样吗？这种确认不是重复对方的话，而是反映我们对其感受和需要的理解。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现象，当我们真正倾听他人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对方的愤怒或抱怨背后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和未被满足的需要。那些看起来最难相处的人，往往是最需要理解和关爱的人。有一个例子特别打动我，一位老师总是被学生们视为恶魔，因为他经常大声斥责学生。但当校长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与他交流时，发现他其实是因为担心学生们的未来而感到焦虑。他说，我看到这些孩子不认真学习，我就想到他们将来可能找不到好工作，我为他们担心。当他的真实感受和需要被理解后，他开始尝试用更温和的方式与学生交流。非暴力沟通不是要我们变得软弱或妥协，而是要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和智慧。
当我们学会观察而不评判，表达感受而不指责，识别需要而不强求，提出请求而不命令时，我们就掌握了一种真正的力量，连接人心的力量。这种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就像学习任何新技能一样，我们需要耐心和练习。在刚开始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笨拙，可能会忘记使用这些技巧，可能会在愤怒时回到老的模式，这都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要放弃。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阅读：语言是窗或者是墙，它审判我们，或令我们自由。